最近几周，多个西方国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包括豹2、挑战者、艾布拉姆斯以及勒克莱尔等型号在内的西方先进主战坦克，总数量更是超过了100辆。伴随着他们的到来，硝烟四起的乌克兰黑土地上将会出现多型西方现役主战坦克驰骋的景象。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甚至在1月2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表示，乌克兰将于今年春季开始使用西方国家援助的坦克进行作战。但不出意外，意外就来了。与其他军援武器不同，主战坦克的使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它不能像其他援助武器一样，只要乌克兰士兵学会如何使用，达到的作战效果就几乎没有差别。比如反坦克榴弹发射器，而主战坦克想要发挥出它们的全部优势，就必须达到足够的使用数量，以及配合其他武器进行协同作战。况且乌克兰的目标是发动一场旨在收复失地的攻势，因此随着越来越多西方主战坦克的到来，在援助数量解决的同时，乌克兰又不得不面临另一个幸福的烦恼。现在的俄乌冲突几乎是完全公开透明的，西方公布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数量和型号等信息肯定会被俄军截获，从而根据一些有用的细节信息，便可以针对性地部署克制武器。而且如果乌军想要在攻势和堑壕密布的战线上形成突破，那就需要投入装备军制化的坦克集群，这就意味着乌军需要动用相当数量配置相同或相近的坦克营或坦克旅，否则将带来一场大规模的后勤噩梦。而这些西方援助的主战坦克又恰恰符合配置不统一的特点，若是无法保障后勤补给，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和效率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乌军的幸福烦恼就是如何合理部署这些西方援助的主战坦克。毕竟一个搞不好，结果就会如同之前军援过来的炮弹和防空武器系统一样，杂而乱，无法发挥出最大效果。我们都知道，乌军的炮兵体系是由各种不同武器系统组成的大杂烩，其中包括了从苏联时代的152毫米火炮到美制 M777 的155毫米榴弹炮等不同型号，而口径上的差异也导致乌军火炮部队在作战时，部队之间若没有使用相同的弹药，就无法相互之间提供补给，很可能会限制乌军炮兵部队实力的发挥。防空武器系统就更别提了，截止到目前，乌军部队的防空系统就单论型号都比俄军的种类多了几倍。比如其中有法国的科尔泰勒 N 机，挪威开发的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德国的 IRIS-T， 意大利的辐射2000，美国的霍克、爱国者，以及继承了苏联时代的乌克兰防空系统等等。这些系统都有着各自的运行逻辑，每个都需要经过特别的培训，才能发挥出应有防空效果。虽然之前有消息传出说，西方之所以加速向乌克兰交付防空和反导系统，目的就是想通过配备一些现代化设备，来为乌克兰制造一种能整合所有防空武器的系统，来守卫乌克兰的领空。但就现状而言，乌军依旧在使用大拼凑出的防空系统，防护效果仍无法做到最佳。而就主战坦克而言，乌克兰若是直接将手头能用的所有坦克组合起来，将豹2坦克连、挑战者2坦克连等与 T72坦克连和 T84坦克连一起投入作战，作战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其一是因为苏俄制坦克与西方坦克有着很大的不同，如外形与重量、电子设备、爆炸反应装甲等，而乌军部队早已习惯使用苏制坦克。它作为曾经苏联重要的军事工业生产中心，曾以哈尔科夫和基辅为中心的境内，分布着技术储备雄厚、规模庞大的坦克装甲车辆研发和生产企业，如哈尔科夫马雷舍夫坦克厂，曾经被誉为红色军工皇冠上的珍珠。著名的 T34、T5455、T64 和 T84 等主战坦克都是该厂的杰作。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军工企业便全部归属乌克兰掌控。而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乌克兰又相继成立了几家新的坦克装甲车辆企业。截止到2021年底，乌克兰共计有19家研发和生产坦克装甲车辆的企业，其中6家位于哈尔科夫州，7家位于基辅州，剩余的6家分布于其他地方。
而从目前西方国家发布的援助乌克兰主战坦克的承诺来看，这些国家提供的坦克都是现役主力装备，在部分性能方面甚至超过俄军目前装备使用的 T72、T80 和 T90 主战坦克，比如光学瞄准系统和数字火控系统等，更别说相对弱一筹的乌军坦克部队。乌军若是将他们直接投入使用，相互配合还是其次，万一要是因为操作不熟练，将己方坦克误认为是俄军，恐怕是要闹乌龙的。其二是因为欧美援助乌克兰的主战坦克，在技战术先进指标的表象下，也隐藏着不少阿卡琉斯之种。不要觉得技术高就没有缺点，比如美军的 M1 坦克，虽然采用了防护优先的设计理念，其炮塔前端的主装甲厚度甚至超过了600毫米，加上首次实现了弹药隔舱化储存，炮塔尾舱中储存了部分弹药，可以避免成员受到2次杀伤。但是这样的重防护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达54吨，后期改进型号更是高达64.6吨的坦克没有合适的柴油发动机，因此美国首次在 M1 上采用了燃气轮机。虽然燃气轮机有反应快、排烟少、震动小等优点，但是油耗却非常高。早期的 M1 内在燃油容量为1900升，行驶距离约460公里，日后更重的 M1A2 更是将行驶距离降到420公里，妥妥的油老虎。而采用柴油机的德国豹2，其燃料携带量只有1200升，行驶距离却超过550公里。乌克兰在获得 M1 坦克后，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持续而稳定地为 M1 坦克提供燃料。而英国承诺提供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虽然是全世界第一种具备搜索猎杀能力的主战坦克，使得该型坦克具备了类似战斗机一样的多目标交战能力，但由于英国军工产业夕阳西下，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生产厂家 BAE 系统公司在2009年宣布停止后续型号的研发和推销，并且关闭坦克生产线。因此，若是英国援助乌克兰的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在战损消耗完之后，便无法再从 BAE 系统公司获得后续生产的新坦克。乌克兰只能期待继续从英军为数不多的库存中再寻求援助。不过，英军截止2019年有148辆挑战者2在服役，其中59辆用于训练，其余的201辆处于封存状态中。而从诸多西方援助的坦克来看，目前来看，德国的豹2坦克似乎是最合适的选择。采用柴油发动机的豹2坦克，相较于使用燃气轮机的 M1，维护成本更低，乌军负担得起。而相较于精密复杂的 M1和挑战者2主战坦克，乌克兰士兵也更熟悉豹2的操作原理。甚至乌高层领导认为，训练乌军士兵使用豹2坦克大约只需要3到6周时间。而且在数量上，目前欧洲至少有13个国家正在使用，大约有2000辆豹2的各种改进型号坦克，这就使得对乌克兰的供应更加方便。但是就目前而言，在没有空中优势的前提下，即便组成了坦克营或坦克旅，可又如何为大规模装甲集群提供燃料运输保障，以及维护保养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型号的先进主战坦克呢？要知道，在西方坦克到来之前，比乌军战斗经验更丰富、保障水平更先进的俄罗斯陆军装甲部队，在冲突初期就遭遇到了严重的后勤补给困难问题，更是在去年7月后的乌军反攻及僵持阶段中，俄军装甲部队因燃料库、弹药库屡遭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的袭击而难以形成战斗力。现如今，这成了乌军不得不面临的难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整个乌克兰的后勤，尤其是武器方面的后勤，都是由乌克兰以外的国家在帮着做。比如波兰的热舒夫机场忙得不可开交，运输机一架架的飞离，又一架一架的降落，无数的货物被搬出，分门别类的进行储存，然后发往乌克兰。又或者是在波兰、罗马尼亚等与乌克兰交界的地方，所有的铁路、公路都在极其忙碌地进行着高强度的运输。开往乌克兰方向的列车、重型卡车、装甲车和其他特种作战车辆数量是一眼望不到头。
正因为乌军的后勤有了极大的保障，战士们才会在战场上拼命，乌军的反攻才能一直这么顺利。那乌军如果要组建装甲部队，会采用哪种形式呢？是采用北约编制，还是采用俄军编制？乌克兰坦克排是4车排，一共4辆坦克。由于苏式坦克均采用自动装弹机，所有车组成员只有车长、驾驶员和炮手3人，单个坦克排为12名成员。而俄军采用的是3车排，尽管俄罗斯编制的兵力较小，但两种结构各有优点和缺点。与俄军采用的3车排相比，乌军4车排承受损失的能力更强，更适合战斗。这里不是说比它多一辆坦克的简单计算，而是在一辆坦克被击毁之后，3车排会基本丧失进攻能力，而4车排仍能组织起有效进攻。4车排可以分成2个双车小组，组内可以互相掩护前进，而3车排基本无法进行拆分，可负责的方向更小，而且4车排还可以更好地完成与步兵单位的协同。当然，俄军也并不是一如始终的在使用3车排的编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俄军摩步团里的坦克排就是4车排，但同时坦克团里的坦克排却仍然是3车排。这是因为在当时俄军中承担突击任务的是摩托化步兵，所以摩步团下属的坦克排采用4车排，一是为了加大进攻宽度，二是为了更好地承受损失，而坦克团则是用来扩大巩固突破口的，所以只需要3车排即可。其实乌克兰人的这个4车排应该是从北约取得经。早在2004年的乌军装甲部队作战手册里就强调过4车排的重要性。若是按北约陆军的编制进行部署，在援助坦克到来后，乌军就需要为每个基层坦克连配备诸如防空导弹小队、充足的燃料供应车、协同作战的机械化步兵分队等辅助装备，以此来辅助主战坦克的进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份，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里克·赖德宣布的，美国从2023年1月起，每月在欧洲培训500名乌克兰军人的作战计划终于实施了。据美联社16日报道，美军最高将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宣布，美国针对乌克兰军队的新一轮更大规模作战训练项目已在德国启动，目标是让一个约500名士兵组成的营，在未来5到8周重返前线与俄罗斯军队作战。可见，欧美等国家其实早有援助主战坦克的打算了，至少从去年12月份起就已经在安排了。现在等到援助的坦克和培训人员抵达乌克兰，那么乌军今年的春季攻势估计也就开始了。关于如何合理部署援乌坦克，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